你不结婚不生孩子啊，做人有什么意思呀？你不生孩子啊，我生你干嘛呀？早知道不生了，白生白养的东西。这应该是所有催婚催育理由当中最恶毒的。要解构这种观点，就要请出一位重量级的大咖——维克多·弗兰克尔。他曾经在纳粹集中营受尽折磨，死里逃生，对人生意义有着深刻的认知。他还是一位悲天悯人的心理学家。他所开创的存在主义式的意义疗法，拯救了无数人的精神危机。他在《活出生命的意义》当中有这么一段话：生育不是生命唯一的意义，因为要是那样的话，生命本身就没有意义了。本身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仅仅通过使其延续下去，并不能赋予其任何意义。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段话：人有很多意义，生育也是其中之一，但绝对不是唯一。如果人活着的目的只是为了生孩子，就说明人本身的意义是非常匮乏的，人生是极其无趣且无意义的。除了生育之外，没有其他意义了。一旦认定了这个死理呢，那么就只能通过生育去实现自身价值。如果不生育，就没有价值，就是个废品。打个比方，在养殖场老板眼中啊，猪唯一的价值就是长膘产崽。如果不生猪崽，这头猪呢就失去了意义，就会被杀掉。一头只有靠生育才能活下去的猪，显然是没有意义的。回到人本身，用生育去囊括个体的所有意义，本质是对个人价值的否定，同时呢，也违背了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这一最基本的人类共识。人不是后代的容器，人不是用来生孩子的工具人。一旦认同了人类唯一价值是生育，也就可以推导出人生没有意义。继续推导，既然人生没有意义，那么去生育一个同样没有意义的孩子，这件事情也没有意义，而且是荒谬的。如果孩子是为了实现上一代人的意义，这对孩子也是不公平的。正如海德格尔所说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上的，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不生育者用其他人生路径证明了人生具有丰富的意义，证明了人生值得一过，这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存在。你不结婚不生孩子啊，做人有什么意思呀？而那些认定了人生的意义就是生育的人，反而证明了人生没有意义，证明了人生不值得一过，但他们却选择了生育，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啊！当然，这个视频啊，仅做思辨讨论，并不是去否定生育本身。生育可以是人类的意义之一，但绝对不是人生的唯一意义。